葫蘆頂係一個位於森美蘭州扎勒布鎮附近嘅小村莊。早晨到埗嘅時候，去咗一間歷史悠久嘅茶餐室度食早餐。呢一次得到村長同幾位村委嘅接待，所謂巾幗不揚鬚眉，呢個村現時嘅全部村委都係女性。茶餐室係由海南人經營，所以都會提供我哋熟悉嘅海南麵包同海南咖啡。茶餐室顧客除咗本地華人村民之外，仲會有附近村嘅德姆灣原住民過嚟幫襯。南興喺60年代已經存在，而呢個地址喺1935年至1937年之間曾經辦過大規模嘅補習夜校，係玉橋華小6次遷校嘅其中一個地點。喺100幾年前，早期搬嚟嘅人都係從事農耕。當時交通系統簡陋，農民耕種出嚟嘅農作物需要用腳車趁早載到瓜拉克拉灣去賣。由於10幾英里嘅泥路曲折難行，賣完貨返嚟都已經係下晝或者傍晚咗，所以早期啲人就用咗不登馬拉語鹹嘅意思嚟成為地方名。後期喺英殖民地時，英國人就加咗個 R 喺其中，以方便發音。而中文地名就係來自客家話嘅拼音布魯登。我们这个村其实很小，是一个传统的华人村，是一个100年以上的那种传统村，大约是有300户人家，不过现在是只剩下老人与小孩，年轻人都到外地去工作了，生活都是很简单，很朴素啊。居民都是多数以农业，就是以割胶、油棕、榴莲，还有一些就是好像瓜果蔬菜之类啦，就是这些农业来维持生活。养鱼的那个只有一家罢了，里面还有2家啦，就不是很多啦。OK， 现在有3个鱼塘的话，也只有3家人在做嘛，然後其他的農民都是以農業為主啦。今次最令我哋開心嘅就係結識咗一位葫蘆頂人 Max Wong。雖然佢人喺新加坡，但係佢依然為我哋安排住宿同提供資料，而且佢親切嘅父母仲做咗我哋嘅導遊。割膠係我一直都好想體驗嘅一個農業活動，因為以前我阿嫲同阿姑都係割膠嘅，只不過當時年紀細，冇機會去橡膠園經歷過。以前割膠係需要3、4點出門，現場見到啲膠汁慢慢一滴一滴流落個膠杯時，可以聯想到割膠確實係一項非常費時同辛苦嘅行業，亦同時了解到當年長輩為我哋嘅付出。唔單止係咁，一般上橡膠園都會有好多蚊，呢位割膠工身上綁住圓圓嗰個就係蚊香。嗰日我哋都俾好多蚊咬到成身蚊爛。過後 ，Max 嘅爸爸仲向我哋展示咗割膠專用嘅刀同埋割膠嘅技巧。當啲膠汁喺個杯裡面凝結咗嘅時候，割膠工就會收集喺一齊，然之後就會賣俾橡膠收購站。
喺附近嘅 Kampung Barikung 敦灣原住民嘅村裏面，亦都有一個收購站。村委唐女士就帶咗我哋入村參觀，同時拜訪咗喺村裏面嘅原住民朋友格蘇。屋邊仲有好幾棵生得好高嘅火炬薑樹，呢種花係本地煮咖喱嘅其中一個原料。亦會見到有好多山雞喺棵山竹樹上休息。同時喺屋旁亦都有一棵珊瑚藤，呢棵樹打滿粉紅色嘅花，非常搶眼。當行埋去睇嘅時候，可以見到有好多銀蜂喺度採花蜜。當銀蜂採完蜜之後，就會返佢哋嘅竇。格蘇屋企就做咗2個竇俾佢哋。屋主仲好大方，俾我哋嘗試咗呢種蜂蜜，試咗少少，味道帶有酸甜，感覺好開胃。喺後院仲有一棵好高又打滿好多果嘅 rambai 樹。呢種 rambai 果客家話叫做柯士酸，通常原住民或者馬拉人都會用佢嘅果皮嚟煮佳肴，譬如 kulit rambai masak lemak cili api、sambal bilis goreng kulit rambai、sayur lemak kulit rambai。臨走前，格蘇仲送咗好多 dokong 果俾我哋攞返去品嚐，希望呢種互相尊重嘅待客禮儀喺唔同嘅族群之間可以一直保留落去。過後村長就帶我哋去咗一個養殖場。我們這裡是東大漁場，就整12家，有30個魚塘了。養的是紅尾洲啊，魚苗我們是養魚苗的，紅尾洲是我們自己養的啦，那個發的自己發的。如果批進來的是另外啊，巴翁巴丁呢，草魚啊，是批的。聽說我們這裡應該是最大吧，那個聖米蘭最大的魚苗場。喺養殖場嘅山坡上，仲種咗好多榴蓮樹。我們這裡的榴蓮啊，大概30多年，20-30年啦，有整12家多這樣咯。大多是貓山王啦，普通的28%就是24地圖和那個甘榜，88%是貓山王啦。一般自己也有賣一般皮咯。酒後啊 ，KL 啊，哪裡很多人來這裡吃，每次都是5、6、7大榜了。現在一年有3、4次啊，弄到亂了咯，有時會多，有時會少。美啊！什麼美？榴蓮美啦！你美不美？也是美。接落嚟，我哋就會開始講解關於葫蘆頂嘅人事物，仲會分享好多陳年舊照片。我們學校裡面有79位學生，因為很多的年輕人都向外發展啊，所以這邊的孩子就越來越少了。我們這邊還有其他的種族小孩在我們學校就讀咯，他們會送他們的孩子來學習華語啦，來讀華小。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，畢竟多學一種語言啊，還有不同種族可以交流咯。我們這間學校是經過6次的搬遷才定在這邊啦，由1953年到今天，
这间学校也培育出很多专业人士有医生，有牙医，有律师，也有演员哦。叫什么名字？马杜桑嘎，今年几岁？我9岁，你觉得在 SJKC Kampung Baru Petang读书你开心吗？开心，为什么嘞？因为老师教很好。你喜欢学华语吗？你觉得学华语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？这样子？跟朋友可以讲华文。我的好朋友是华人，他的名字是张志轩，男的，他跟我一起玩了哦，跟我骑脚車，還有來我的家吃東西。學校嘅作用唔應該只局限於教育，學校亦都可以成為一個互相了解他族文化、建立友誼嘅好地方。所謂再窮不能窮教育，呢個原理好多華人都會了解，更加會重視初期嘅學習階段。所以大部分葫蘆頂人都曾經讀過呢間有好耐歷史嘅幼兒園。这个工会哦，我们应该是1954年在成立。以前我们在这个很穷的时候哦，好像死掉了那些人都没有办法去买那个棺材来上哦。后来他们一般热心的老人啊，是吧？他们就成立了这个人寿互助工会。成为会员之后啊，就是说每办一单丧事啊，就是每一个会员就收那个美金啊，就交给那个丧事的家里啊。以前哦，我们每一个会员哦，每一个会员就好像去世了啊，不像现在这样啊，有那个Mercy啊，这么来拉上山去的哦，全部有一架棺材车啊，是吧？棺材就也是会员出钱做的啦，用人来拿的哦。应该是每一个会员都要出去帮忙拉到那医生去，还要抬上去的哦。春季是祭祖先，有一个春季。也颁发那个奖励金给那些学生。其实这边是3块地，一家是工会这边个会堂啊，这个大会堂就是2个地。后来他们讲啊，新村哦，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那个酒席，后来就慢慢去筹备这些钱，就是摆酒席，这个方便很多啦。那些摆酒席的人啊。我们这个消防队啊，在深州来说啊，可以说是个有声望的一个消防队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有次序的成立了，所以也是可以说得到全村的村民的支持。最主要我们有申请叫这辆车，这辆车对我们这个在我们救火方面非常的方便了。在还没有这辆车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自己制造这个拉这个 pump 的那个车了。同时拉它的仪器全部在一起了，成立这样久了，有救过4单的这个火灾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哦，好像对这个没有什么，剩下的老板的人来去维持这个消防局哦。当时的年轻人很多，大概有30多个人，不像现在很难召集人。每个月1号3点，我们的siren就会响了。如果大家听到在1号3点响，就绝对没有火灾发生了。如果在其他的时候讲了那么大家就要出来了，所以这个警钟的作用是这样的。我们成立是在1974年，在1980多年的时候曾经停了3年，因为经费的问题。那时候村民知道过后再继续大力的支持。才延续这个师团到今天哦，很多师队都已经是青黄不接了，所以我们都很积极在推动这个舞狮的运动，希望家长学校方面都能够配合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，没有分年龄只要你有兴趣，你就过来我们都很乐意去跟你交流。很小就想参加这个师团的。因为可以感觉这边很帅又很酷，然后会有拉我进，然后我才进，然后进了国法，要学习好。做
最早期嘅南洋客，有啲係結伴而嚟，由彭亨河輾轉到呢度，好多都係被賣豬仔過嚟㗎，稱為番客。佢哋嘅太太亦被稱為番婆。有一批喺戰前同戰後嘅先輩，當中以兩港人居多，尤其係客家人。漸漸地，客家話就成為咗葫蘆頂嘅日常交談語言。喺舊照片中，可以感受到當年葫蘆頂嘅村民都有好多康樂活動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尤其係青年俱樂部，經常都會搞啲歌唱音樂節目。仲會約埋一齊踩腳車結伴出遊。喺未有禮堂之前，一般嘅結婚宴會酒席都會選擇喺小學舉辦。非常感激謝水生先生嘅千金謝女士，為我哋提供咗咁多珍貴嘅舊照片。呢間睇上嚟好有規模嘅三地廟，所供奉嘅三位大神分別為華光大帝、齊天大聖以及太上老君，都係由葫蘆頂先賢陳十先生喺家鄉廣西陸村分幾次帶過嚟嘅。過後經過4次嘅搬遷，最後落腳喺目前呢個山頂上嘅一塊福地。我们这个活动呢，可以说是全部是文艺活动了，它是包括舞蹈啦、歌唱。刚刚成立的时候，我们的舞蹈员应该有20多个，因为时间久了，很多老去了了，所以呢，慢慢就剩下没有9个了，还有10多个还继续在这个我们的乐林里面跳了。我们的周围有那个乐林，有什么活动，他们会邀请我们去，我们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参与。在本村来说，这个乐林呢，对这个乐林人士可以说是个非常好的健康的活动了。他们可以来这边唱唱歌跳跳舞练习锻炼他们的身体了，同时也可以交际一般的朋友，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了这是非常好的这个团体了。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存在下去了。天未光嘅時候，大概6點零鐘，就會見到一班婦女喺公園度做緊晨操，鍛煉下身體。有部分需要打理農務嘅村民，就會一身勁裝，晨早出發去果園巴場之類開始工作。喺呢度亦都有一間5點半就開門嘅美食廣場，係為咗方便割膠工友同埋其他嘅農民可以喺工作前後嚟用餐。
嗰朝早就同 Max 嘅父母喺呢個廣場食咗個簡單嘅早餐。我哋呢次就係喺 Max 嘅屋企借宿咗一晚，呢度空氣非常清新。佢屋企前面仲有棵好靚嘅桑果樹，可能我比較孤陋寡聞，從未嘗試過咁肥美鮮甜嘅桑果。過後 Max 嘅媽媽就為我哋準備咗兩味客家佳肴，請我哋品嚐。一啲平時我哋睇上去隨手可得嘅食品，如果你唔係喺幕後見證成個過程，你可能根本唔會注意到幾分鐘食落肚嘅嘢係需要用幾個小時嚟準備，亦都唔會察覺到媽媽嘅雙手會唔會俾熱油燙傷過。希望你哋睇咗呢個片段後，可以開始珍惜為你哋煮餸嘅人背後嗰份心思。當晚，我哋亦好慶幸出席咗沈權新先生公子嘅新婚前夕自助餐，客家話叫做開門廚。呢種方式嘅自助餐喺新村都好常見。我们每一年都得到政府的拨款，我们有把这个篮球场升级啦，然后也把这个义山的路全部铺的八马路，新的八马路也做了新路，然后我们也提升了公园的设施。接下来我们也是每一年都会获得两项拨款，我们就是看看村里的还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是升级的一些设施，我们都会直接的申请。我们需要有需要就是想要建可能是Balai Raya 啦，还是什么之类，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啦。我们有去土地局去看一下，它还有什么地方，我们正在寻找啦。未来我希望的话就是比较多年轻人回来发展哦。要发展，要给它旺起来的话是不容易。希望是很多年轻人可以回来发展，带动一下我们的经济，有更多的想法，开更多的商机，然后带动一下村里的话，我看会比较好啦。因为这个旅游业其实我们有考虑过啦，旅游业的话它是有包括到，我们有想到带动旅游业过来，因为我们想要旅游业的话，我们需要有很多设施，包括有食物之类的啦，食物然后观光景点之类的。
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年轻人来带动我们。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老人村的话，我要他们你今天就把食物弄好，什么弄好，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啊。所以我们就希望年轻人可以多多回来，然后带动一下，我们可以看怎样商讨发展我们的旅游业。我是土生土长的葫芦顶人，我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0年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从这里出生的。我就是希望年轻人，不管是在外面發展的，還是在國外發展的，如果有機會多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親。家鄉係每個人嘅庇護所，請記得多啲返去你曾經生活同成長嘅地方，與家人相聚，感受呢種珍貴嘅親情。如果喜歡以上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多謝觀賞。